今天是2026年1月29日。各位朋友，請现在立刻马上放下你手里的工作，看一眼现在的金价，5500美元。你没看錯，我也没疯。就在刚才，国际金價像一根被压斷的彈簧，直接捅穿了5500美元的大關。前2天5000美元，仅仅过了不到48小時，世界已經变天了。這根本不是什麼上漲，這是熔斷，這是美元信用的葬禮。現在的華爾街已經亂成一鍋粥了，交易員在尖叫，銀行家在發抖。為什麼？因為金價這麼漲，說明此時此刻地球上某個地方發生了一件我們還不知道的極度恐怖的大事，導致所有的大資金都在不計代價地拋售紙幣，搶購黃金。這叫什麼？這叫末日狂奔。那些還在存銀行吃利息的人，今天早上醒來，你的財富實際上已經縮水了 20%。 這就是通脹的殘忍，它不流血，但它吃人。在這樣一個瘋狂的時刻，我們再來看這份全球黃金儲備排行榜，意義完全不同了。這不僅僅是排行榜，這是諾亞方舟的船票。這10個國家早就預料到了今天，他們手裡的每一噸黃金現在都變成了救命的核武器。誰手裡的金子多，誰就能在接下來的廢墟上重建秩序，誰手裡全是美元，誰就是下一個津巴布韋。今天我帶你復盤這10個先知國家，看看在5500美元的天價面前，他們到底贏了多少。第10名，荷蘭。在這個金價突破5500美元的早晨，荷蘭央行行長估計正躲在被窩裡笑出聲來。官方儲備 612.5 噸。各位知道嗎？就在幾年前，當全世界都還在迷信美元霸權的時候，荷蘭人做了一個動作，當時被很多人嘲笑。他們把存在美國紐約的120多噸黃金火急火燎地運回了阿姆斯特丹。當時美國媒體怎麼說的？說荷蘭人神經過敏，說多此一舉。現在回頭看，那是神經過敏嗎？那是頂級預判。荷蘭人早就看透了，美國這艘船遲早要沉。什麼盟友，什麼契約，在危機面前都是廢紙。只有把金條鎖在自己家金庫裡，那才叫安全。現在金價5500了，荷蘭這600多噸黃金價值直接翻了幾倍。這筆錢足夠荷蘭這個小國在接下來的歐洲大動盪裡穩穩地拖住他們的養老金系統，拖住他們的社會福利。荷蘭央行曾經說過一句名言，黃金是完美的豬肉，意思就是哪怕所有貨幣都爛了，金子還是金子。今天這句話應驗了，荷蘭用行動告訴了所有歐洲国家，別信美國大哥了，趕緊回家數金子吧。第9名，日本。看着今天5500的金價，日本人現在估計想死的心都有。儲備量846噸，看着不少是吧？但你得看他手裡還有什麼。日本手裡還有1萬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在這2天金價暴漲的同時，美債在暴跌。這等於什麼？這等於日本政府這幾十年的積蓄正在被美國的一場大火瘋狂吞噬。日本想買黃金嗎？做夢都想。日本老百姓現在在銀座的金店門口排隊，隊伍能排2公里長，連結婚的金戒指都買斷貨了。因為日元正在變成廢紙，只有金子能保命。但是日本央行不敢動，它是被美国用槍頂着腦門的。只要美国沒鬆口，日本就不敢大規模拋美債買黃金。他只能眼睜睜看着金價從2000漲到3000，再從4000漲到今天的5500。每一次上漲都是在割日本人的肉。這846噸黄金是日本最後的遮羞布。如果連這點家底都沒了，日元可能直接就退出歷史舞台了。我要说句難聽的，在這個5500美元的時代，日本就是一個反面教材。他告訴我們，沒有金融主權的國家再有錢
也只是別人待宰的肥羊。第8名，印度。如果說日本在哭，那印度現在就是在開派對。各位，隨着金價衝上5500美元，你知道誰成了這顆星球上最富有的群體嗎？不是華爾街的精英，而是印度的大媽。印度官方儲備這2年瘋了一樣買，現在估計已經衝到了950噸左右，把日本甩在了後面。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印度民間，也就是印度家庭主婦的脖子上、手腕上，還有印度神廟的地底下，估計埋藏着超過25000噸黃金。25000噸，這是什麼概念？這是美國官方儲備的3倍。以前大家笑話印度人土，說他們怎麼那麼愛買金首飾，甚至借錢也要買。現在呢？誰還敢笑？在5500美元的單價下，印度民間的財富瞬間膨脹到了一個天文數字，這讓印度在這個動盪的2026年底氣十足。印度央行這2年也非常激進，不管金價多貴就是買。他們的策略很直接，去美元化。既然你美國能隨便冻結別人的錢，既然你美元貶值的像廁紙，那我就不要了。我只要黃澄澄的金子。印度排在第8，但它代表的力量是整個全球南方國家的覺醒。他們在用腳投票，把票投給了黄金，把唾沫吐在了美元的臉上。剛才說的那些都還是小兒科。從現在開始，我們進入真正的深水區。接下來的國家手裡的黃金儲備都超過了1000噸。在金價5500美元的今天，這1000噸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接近1800億美元的流动資金。這是什麼概念？很多中小國家1年的 GDP 都沒這麼多。也就是說，這些國家光是把金庫大門打開，裡面的光芒就足夠買下半個世界。他們不只是在存錢，他們是在囤積戰備物資。第7名，瑞士。看着今天5500美元的金價，瑞士人估計還是那一副冷冰冰、毫無表情的樣子。官方數據1040噸。你要知道，瑞士這地方還沒巴掌大，但它是全世界黃金密度最高的地方。平均算下來，每個瑞士公民屁股底下都坐着好幾兩黃金。為什麼全世界的富豪、獨裁者甚至恐怖大亨，在現在這個美元崩盤的時候，都要把錢換成金子往瑞士運？因為瑞士就是為了亂世而存在的。這2天金價暴漲，全世界的煉金廠都停工了，因為沒原料。只有瑞士的精煉廠在24小時連軸轉。全世界70%的黄金都要運到瑞士去提純、蓋戳，然後才能變成硬通貨。這1040噸黃金，大部分都埋在阿爾卑斯山的深處，或者是蘇黎世班霍夫大街地下的金庫裡。有些金庫的門，你需要指紋、虹膜，甚至声紋3重認證才能打開。瑞士人很清楚，只要世界還在亂，只要大家還在打仗，只要美元還在貶值，瑞士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不站隊，不幫誰，他只認金子。在5500美元的時代，瑞士法郎為什麼能硬挺着不崩？就是因為背後有着1000多噸黃金撐腰。這是一種無聲的威慑。他在告訴全世界，你們的貨幣是紙，我的貨幣是山一樣的金子。第6名，中国。各位，關於中國的黃金儲備，我只能用深不可測4個字來形容。官方在這個月公布的數據大概在2500噸左右。但是你看看這2天上海黃金交易所 ST 那瘋狂的溢價，國內金價已經比國際金價還要貴。為什麼？因為有人在瘋狂掃貨。中國從2024年開始就一直在幹一件事，用美國國債換黃金。這招真的太狠了。當時美國人還傻乎乎的印鈔票，覺得中國會一直買單。結果中國把到期的美債全部拋掉，拿着換回來的美元，轉身就去倫敦、去瑞士買金條，
然後一飛機地運回北京和上海。到了今天，金價$5500。你回頭看，這簡直就是神級操作。在我們進一步探索之前，我們有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要告訴大家，我們已經開通會員功能了。現在您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大家庭，享受会員專屬影片和更多獨家內容。別忘了關注才知道，並點擊小鈴鐺，我們將繼續揭示更多關於金錢的真相，祝你迅速實現財務自由。如果在$2000多的時候沒買，現在要花2倍多的價錢。中國這幾年省下來的錢，那是萬億級別的。而且坊間一直有個傳聞，說中國民間的黃金加上商業銀行裡的，再加上那些沒有對外公布的影子儲備，真實的數字可能早就超過了1萬噸，甚至更多。為什麼不全說出来？財不露白，手裡有糧，心裡不慌。第5名，俄羅斯。說實話，俄羅斯這幾年不容易，被西方幾千項制裁壓着，被踢出 SWIFT 結算系統，甚至海外資產都被凍結了。按理說，這國家經濟早該崩了。但你看看現在，2026年，俄羅斯崩了嗎？沒有。盧布雖然貶值，但俄羅斯人的日子照樣過。靠的是什麼？就是這排在第5名的接近2500噸的黃金。俄羅斯央行行長那比烏林娜，這娘們是個狠人。她在戰爭開始前幾年就瘋狂地賣美債、買黃金。當時沒人看懂，現在看全是伏筆。當美元不讓俄羅斯用的時候，普京直接把桌子掀了，想要我的石油，想要我的天然氣，拿黄金來換，這就叫黄金盧布。在今天金價$5500的背景下，俄羅斯手裡的這批黃金價值已經翻了好幾倍，這等於西方國家送了一筆巨款給俄羅斯。這些黃金現在就是俄羅斯的戰爭基金，是他們的保命符。俄羅斯用親身經歷告訴了全世界所有的國家一個血淋淋的道理：存在別人那裡的錢不是你的錢，只有鎖在自己家保險櫃裡的金條才是你能帶进墳墓的私有財產。你看，無論是中國還是俄羅斯，排在這個位置的國家都在用黃金做武器，挑戰舊秩序。剛才說的中俄印，那是想掀桌子的新勢力，但接下來的這3位，那是坐在桌子上吃了好幾百年肉的老貴族。千萬別以為歐洲衰落了，在囤黃金這件事上，這幫歐洲老牌列強比誰都精明。他們在表面上跟美國称兄道弟，但在背地裡，他們把金庫的門焊得死死的，因為他們心裡比誰都清楚，美元早晚会变成廢紙，只有當年祖宗搶回來的金子，才是他們繼續留在發達國家俱樂部的入場券。今天金價$5500，這3個國家做夢都要笑醒。第4名，法國。提到法國，必須得提那個最硬氣的總統戴高樂。早在幾十年前，全世界都還在傻乎乎的用黃金換美元的時候，戴高樂就看穿了美國的把戲。他直接派軍艦拉着一船一船的美元紙幣開到紐約，拍着桌子對美國人說：“我不信你的綠紙，把屬於法國的金子給我交出來。”那時候美國人臉都氣綠了，但沒辦法，只能給。這種反骨精神救了今天的法國。各位知道法國最牛的地方在哪嗎？前10名裡，很多国家的黄金還部分存在紐約或者倫敦，但法國不一樣。法國早就把所有的黄金是一克不剩的全都運回了巴黎。現在這2437噸黃金價值幾千億美元，就靜靜地躺在巴黎塞納河畔法蘭西銀行地下8層深的一個叫拉蘇泰爾的巨大地庫裡。在這個金價$5500的早晨，法國人心裡最有底。馬克龍政府現在雖然面臨各種罷工、各種爛攤子，但只要這堆金子在，法國的融資能力就在。法國央行的態度非常明確，黃金是國家主權的延伸。誰敢賣法國的黃金，
誰就是法蘭西的罪人。這2400多噸黃金，就是法國在歐盟裡說話大聲的資本。他在告訴德國，告訴美國，不管世界怎麼亂，我法國依然是大國，因為我手裡有真金白銀。第3名，意大利。第3名，可能很多人想不到是意大利。官方數據2452噸，竟然比法國還多一點點。各位是不是很奇怪？意大利這2年經濟可不怎麼樣，那是著名的歐洲國家，政府債務高得嚇人，經常要去歐盟伸手要錢救急。按理說金價都5500了，你隨便賣個幾百噸，債務危機不就緩解了嗎？但是怪就怪在這裡，意大利政府哪怕窮得揭不開鍋，哪怕被債主逼上門，也絕不賣哪怕1克黃金。為什麼？因為意大利人對政客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意大利央行是獨立運作的，他們認為政府的債務是政客的事，黃金是國家的事。政客不能為了短期的選票就把國家的家底給賣了。而且這2452噸黃金是意大利作為 G7 7國集團成員國的最後體面。如果連黃金都賣了，意大利瞬間就會淪為3流國家。到了今天，2026年1月29日，金價飆升到$5500，意大利人發現自己贏媽了。這批黃金的市值暴漲，直接撐住了意大利搖搖欲墜的信用評級。要是沒有這堆金子，意大利的國債估計今天早上已經崩盤了。所以，這不僅是意大利的救命稻草，也是整個歐洲金融體系最後的壓艙石。第2名，德國。第2名，歐洲的火車頭，德國。數據直接上了一個台階，3353噸。德國人對黃金的感情，那是用血淚寫出來的。為什麼德國人這麼愛囤黃金？因為他們被印鈔機坑得最慘。100年前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發生過人類歷史上最恐怖的通貨膨脹。那時候買一個麵包要推1車錢，幾十億馬克只能當廢紙燒。那種錢瞬間變廢紙的恐懼刻在德國人的基因裡。所以德國在2013年發起了著名的黄金回家運動。他們花了好幾年時間，像螞蟻搬家一樣，把存在紐約和巴黎的黃金一批一批地運回法蘭克福。當時美國百般阻撓，找各種理由拖延，但德國人死活都要運。為什麼？因為德國人早就預料到了今天。他們知道，一旦發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只有拿在自己手裡的金子才算數。現在法蘭克福的德國聯邦銀行地下金庫就是整個歐洲金融心臟最堅硬的護盾。在金價$5500的今天，德国馬克的幽靈正在蘇醒。如果歐元區因為這次美元危機而解體，德國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間用這3300多噸黃金背書，發行一種全歐洲最強的新貨幣。這就是德國人的恐怖之處，他们永遠在為最壞的結果做準備。第1名，美國。第1名毫無懸念，官方數據8133.5噸。這個數字比第2名、第3名、第4名加起來還要多。聽起來，美國依然是霸主，美元背後有世界上最厚的金磚撐腰。關於這8133噸黃金，是目前金融界最大的鬼故事。請問，有誰親眼見過這些金子？這些黃金主要存放在諾克斯堡 Fort Knox 和紐約聯儲的地下金庫。可是，各位知道嗎？美國政府最後一次哪怕是稍微像樣一點的審計是在什麼時候？是在上世紀50年代。也就是說，過去70多年裡，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機構能夠走進金庫去數一數那裡的金條到底還有沒有。這70年裡，有多少議員要求審計美聯儲，結果全被擋回去了。理由永遠是為了國家安全，程序太麻煩。你信嗎？更可怕的是，市場上一直流傳着黄金租賃的說法。很有可能，
美國金庫裡的大部分黃金早就通過華爾街的投行被租借給了商業银行，商業银行又把它賣給了珠寶商，珠宝商把它做成项链，现在可能正戴在印度大媽的脖子上。账面上黄金还在美國財政部名下，實際上金庫裡可能早就空了，或者剩下的全是借條。這就解釋了為什麼金價會漲到5500美元，因為全世界的資金都在賭美國交不出實物黃金。一旦這個謊言被戳破，美元就不只是貶值的問題，而是直接歸零。好，10個國家盤點完了。今天是2026年1月29日，金價5500美元。這個數字告訴你，舊的世界已經崩塌了。在這個瘋狂的時代，作為普通人，如果你不想被洗劫一空，請記住這3條保命鐵律。第1條，別把黃金當股票炒，千萬別看到5500了，覺得高了就想賣掉套現。你套現換成什麼？換成正在貶值的紙幣嗎？除非你家裡揭不開鍋了，否則拿住，死死拿住。黃金不是用來賺差價的，它是你全家老小在亂世裡的諾亞方舟。在這個階段，黃金沒有頂，因為紙幣沒有底。第2條，遠離紙黃金。什麼 ETF， 什麼銀行積存金，平時玩玩可以，但在這種極端行情下，一定要小心。如果交易所違約了怎麼辦？如果銀行系統因為擠兌暫停提現了怎麼辦？只有鎖在你自家保險櫃裡的沉甸甸的金條，才是真正屬於你的財富。記住那個排第10名的荷蘭說的，只有拿在手裡的才是真的。第3條，關注央行的動作，而不是專家的嘴。別聽那些專家說什麼黃金泡沫，看印度央行在幹什麼，看德國人在幹什麼，他們都在搶，你為什麼要賣？跟着大鱷游，你可能吃不到肉，但至少不會被吃掉。各位，歷史是一輛滾滾向前的戰車。2026年注定是人類貨幣史上的轉折點。這10大黃金持有國的排名就是一張藏寶圖。你是願意相信那個不知真假的8133噸數據，還是願意相信你自己手裡那一塊小小的金條？選擇全在你。但我希望當這場風暴過去，你能自豪地對你的家人說，看，當年老爹老媽我看懂了局勢，保住了我們這個家，而不是無奈地說，我當時嫌貴沒買。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讓你清醒了，請點讚轉發，這可能會救你朋友的命。評論區告訴我，金價5500了，你手裡有貨嗎？你覺得它會衝上1萬嗎？關注我，我是才知道，帶你解鎖更多金錢的真相。